这个甘吉娜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不公平的，这个结果有些不公平的。双方发生了口角。塔吉克斯坦总统保镖输比赛不服气，推搡中国姑娘还不算完，还骂骂咧咧的辱骂中国选手，甚至想抢走奖杯。嚣张挑事的人名叫甘吉娜，绰号幽灵悍妇，可以说是非常形象了。只因性格非常泼辣，能动手就绝不动嘴。他可是跟随总统保镖10几年，实力可想而知很强悍。就看他现在出场的样子，就知道他绝对不是一个好惹的。今天将要迎战他的对手是中国的陈琳琳，虽然比赛经验不丰富，但每场比赛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号称现代版的穆桂英，专门克制妖魔鬼怪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红色全套陈琳琳，黑色全套甘吉娜，世界冠军。而且这个跆拳道风格，甘吉娜习练的是 ITF 跆拳道，也就是更加接近于实战的跆拳道。对，连续的哎呦，上来就是一顿猛攻啊！这个本来我想看看他的腿法的，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。这个就是 ITF 跆拳道技术体系的特点，多发连击，而且呢转身后蹬，快速多变。哎呦，陈琳琳有点危险啊！这在于自由搏击的规。甘吉娜还是一贯的作战风格，进攻比较强势。陈琳琳是练习散打的，很擅长控制两人之间的距离。但是因为对手进攻欲望非常强烈，首回合被对手多次近身，对手在内围上的打击比较沉重。陈琳琳还是应该做好防守。对方首回合的攻势确实很强，对方就是直接进内围，目的非常明显，就是将对手按在擂台上进行打击。陈琳琳首回合更加注重防守。甘吉娜幽灵悍妇的称号真是到位，具有迷惑性。这个转身后蹬腿啊，动作的隐蔽性还是非常漂亮的。是的，你看又一个，可以说甘吉娜呀，她的这个拳腿的密度是到目前为止是极其罕见的，不光是在女子当中，男子比赛当中也是很少见这种密度。那么陈琳琳如何运用自己的散打的基本功，还有泰拳的，看这个时间差。首回合已经过去一半的时间，这时候陈琳琳也适应比赛节奏了，利用自己经典的腿法招式限制对手的近身。但甘吉娜毕竟是经验丰富的老将，面对陈琳琳的腿法，他也将距离控制在自己有利的局面，打法经验非常丰富，确实是一个实力强悍的高手。怪不得赛前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的，原来是有嚣张的资本。陈琳琳现在并不敢大开大合的打击，更多还是试探阶段。前的这种各种的猜疑啊，让这个甘吉娜在这场比赛发挥出来了自己的优势。没错，甘吉娜的身高比陈琳琳呢是低了6公分，但是呢，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，这种身高的劣势反倒变成了优势。他是完全用自己非常好的这种距离感、空间感，脚下移动的快速，弥补了这个身高跟臂展的这个劣势。是的。那么陈琳琳现在啊是处于一个被甘吉娜压制的这么一个，可以说是格斗的这个节奏惯性当中。甘吉娜这时候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进攻中还是一脸的瞧不起，似乎是没将陈琳琳放在眼里。陈琳琳压力确实比较大，因为甘吉娜是她目前遇到的最强对手，更何况性格还非常泼辣，陈琳琳必须得小心防守才行。大腿根上。那么对于陈琳来说呢，这个第一局到了比赛的最后的这种反应，其实他一开始这个状态就应该是拿出来了。对，跟对手相比啊，今天陈琳琳有点慢热了。是的，看他的拳法的密度，即便是慢镜头来看，还是相当的让人叹为观止。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，陈琳琳现在加强自己的进攻，不会轻易再被对手压制了。首回合的时间就被对手的重拳重腿限制发挥，这回合也是发力的关键，再被对手拿到节奏的话，那场面就危险起来了。现在两人进攻都很凶，尤其是对面的甘吉娜像饿狼扑食一样凶狠，场上已经是白热化的阶段了。虽然这不是重量级的比赛，但长时间重拳累计下来还是有很大的影响。一肚子火在第一个回合。对。那么现在又是一个转身，这场比赛太精彩了。确实啊，这几年虽然说我们也经常能看到女子的这种搏击比赛，是的，但是像这种速度、这种能力的确实少。陈琳漂亮，我们看到陈琳现在开始
把自己的这个散打所擅长的这种像侧踹腿，因为毕竟自己身高臂长腿长，为什么不去控制距离呢？对，陈琳琳这回合有了很多侧踹腿的运用，效果还是很明显的，精准打在对手身上。甘吉娜最厉害的就是那围纠缠，一旦缠抱住陈琳琳的话，那就是毫无章法的乱拳砸击，并且力量也不小。那时候陈琳琳就没有招架之力了，所以她现在就是控制两人之间的距离，战术运用非常成功。经过首回合的相互试探，陈琳琳已经非常熟悉对手的打法套路，已经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优势。漂亮，后边腿。但是即便是刚才打入一刹那呀，甘吉娜又是连续的多个左右摆拳。甘吉娜这个突然启动这一下真快。是的，现在陈琳呢是需要有2次进攻的，他已经是多次，现在只是说是我虚晃，我作为后腿的边腿，是的，势大力沉，没错。但是呢，甘吉娜作为一个16次的塔吉克斯坦跆道冠军，世界 ITF 跆道冠军，早已经。这回合还有将近1分钟的时间，甘吉娜转身摆腿，重心不稳，两人双双倒在地上，两人谁都不想放过对手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两人进攻依旧很猛，陈琳琳一定要加油啊！看准了再出拳。这回合陈琳琳的表现还是很亮眼，打出了自己的节奏，还将对手压制住了。即便近身之后，陈琳琳也能凶狠地进行还击。现在是控制的是非常好，但是现在面对陈琳的，就是之前我们谈到的他的2次进攻，还有他的防守反击的意识。哦，这个血有点破口了，口子不小，不知道对后面的比赛啊会不会造成影响？是的，很有可能是甘吉娜的这种舍身技，也就是腾空的转身后蹬。看到双方好像是都有破口，那也许是双方也许是头部相撞。因为两人脸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，裁判暂停比赛，为两人处理一下伤口。但是比赛进行到这里，甘吉娜脸上还是一脸不服气的表情。简单调整之后，两人的大战继续进行。好，比赛继续。双方都是，这真是火药味儿啊！充斥就打出火了。是的，充斥了整个的体育馆。这个提醒。那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，可以说到最后第3回合胜利的天平究竟会转向谁？不好说。是的，因为在第2回合陈琳琳这个状态的回升以及节奏的调整是相当的及时，而且双方这个伤停时间呀，可以说对。第3回合比赛开始了，前面两人都没有非常明显的优势，这回合就是决胜的关键，双方一定要拿出真本事了。甘吉娜进攻还是很积极，步伐上不断的逼近陈琳琳，但这回合陈琳琳将防守做到位，在后退中做出精准的反击，不让对手有太多命中的点数。比赛进行到这里，双方想将对手 KO 也很难，毕竟现在体能消耗比较严重，挥出的拳头不足以 KO 对手。这种动作互换的话，那是不是就是甘吉娜能够去用更加比你更立体的这种打法来遏制你？对。非常期待双方啊！我们看到第3个回合2分钟的时间。感觉在贴近的这一瞬间啊，这甘吉娜这个出拳的时候有着顶肘的动作。是的，因为这个确实啊，双方啊互相这个撞击的时间啊，这个时间窗口特别的小。对。现在陈琳琳很快掌控比赛节奏，不会轻易被对手压制。最后的时间一定要捍卫自己的荣誉。陈琳琳在进攻的时候很聪明，先打断对手的节奏，随即快速的进攻甘吉娜，让对手有点反应不过来。陈琳琳这回合更多还是使用的腿法。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现在两人打得有来有回，都是在抢节奏。不得不说，这场比赛还真是非常焦灼。上回合两人都将彼此脸打出血了。好，1分10秒。双方我们看到，真是啊，这个架势拉的是非常的开，都是一个远距离。正是因为这个距离拉得太远了，所以现在双方谁都不敢轻易的贸然先启动。那么这种远距离对于陈琳琳来说呢，应该更加适合自己，因为自己的身高臂长腿长。对，阻截性的直线性。甘吉娜侧身的把位做着防守，随时躲闪陈琳琳的腿法。
陈琳琳可是获得过全国散打冠军金牌的，散打的经典招式那是非常娴熟，并且命中率80%以上，非常具有迷惑性，而且呢，能够左右架互换的选手确实非常难打。这种左右架互换，这就看出他这个跆拳道的功底。是的，10秒，双方有没有最后一轮的对攻？好。好，比赛结束，双方打满了3个回合。说实话，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裁判的执裁能力啊，也是一个考验。这个比分最终裁判宣布陈琳琳获胜，但是甘吉娜明显的不服气，认为自己赢了，直接推搡陈琳琳，还叫嚣辱骂。如果觉得对比赛不服气，可以赛后提起申诉，这样子大吵大闹也不会解决问题。大家是如何看待本场比赛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不过，我想这场比赛啊，不论谁胜谁负，我们都要向